我们现在又去别的国家了。我们现在在罗马，你只要跨了这条路呢，你就进了另外一个国家。这里是梵蒂冈，那它也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，它的人口不到1000人。然后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宗教的活动。那这里呢，也是整个罗马天主教的发源地，就是从我后面的这个大教堂开始的，然后一直展到外面。那在这个小小的国家呢，也有几个世界之最，像它是有最大的一个图书馆，然后在这么小的国家，却每年有几百万的人口来参观这个国家。还有呢，在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有台湾大使馆的，就是在梵蒂冈啦。那我们一起过去这个国家看一下吧。梵蒂冈它起初是盖在一个小山丘上面。那这里原本是一个叫做 Vaticanus 的一个小墓地，就是墓园，一直到4世纪的时候才把这个墓地盖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。那一直到了中世纪呢，开始做一些发展啊，建设一些图书馆啊、花园啊，慢慢的在建造梵蒂冈这个地方。19世纪意大利统一之后，梵蒂冈也就跟着独立，而且跟意大利一直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。那它的旁边就是罗马市，这边呢就是梵蒂冈了。那我身后方这个是圣伯多禄大教堂，这个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，而且它这个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卡特利的。看一下进去梵蒂冈的大教堂，这么多人在排队，一圈又一圈的，估计可能要排队半小时才进得了吧。比我之前去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夸张。刚刚还没有注意到，原来这边都是在排队的，排到后面那边全部都是，太夸张了。那我们就也来跟着大家一起排队吧。现在所在的队伍如此的远，刚刚拍照排队的地方是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边。超远的，这里至少1000个人跑不掉。12点52分开始排的，看几点我们可以进去。排了26分钟，我们现在才过了安检。看一下这个人潮，太可怕了，跟我预估的差不多30分钟进来。那我们不用跟团，所以就直接可以直达里面了。真的是超大的。那它在15世纪的时候开始建立。由当时的2位著名的大师拉斐尔以及米开朗基罗2个联手打造这个无与伦比的大教堂。看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惊艳，很赞叹。才刚入口而已，就已经非常的不一样。哇，这个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堂。现在整个梵蒂冈这边主要都是教皇啊，还是在天主教里面职位比较高的人居住的地方。如果你被选上教皇之后，他就是做一辈子的，做到去世那一天才会再选下一任的教皇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教皇，其实他们个个都是比较有年纪了，他们是天主教的皇帝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欸，这个。原本我以为在土耳其看的那些大教堂就是已经非常大的了。现在的这个项链已经有神父的祈祷了。在这边有历代的所有的教皇的名字。最新的教皇是在去年的时候才上任的，2022年的时候。哇，看一下这个超级大的一个神坛。教皇在主持会议啊、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的，超级大的，真的像是皇帝一样像是皇帝要上朝了一样。后面的那个主殿也是非常的不一样。在这个巨大的神坛的下方，这里呢就是圣彼得的坟墓，他的身躯就是在这个神殿底下的。不管是每一个圣人啊，只要有这种独立出来的一个雕像的地方，它都有一个不同独特的雕刻。看一下，这个像是有一个恶魔在底下一样，这个可能是圣天使吧。在这边有一处呢，它是历代的教皇的坟墓，就在这个底下。
那由于下面是无法拍照录影的，就没有呈现给大家看了。那我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大概就已经为大家导览完毕了，在里面参观时间呢，大概是1个多小时。我们现在要再去看看梵蒂冈这边附近还有什么一些好玩有趣的地方，走吧。大家，我们这要装那个Holy Water。有那个铁的味道。你看，等一下阿斌哥会表演哦，而且他这个是跟纪念品一样的衣服、一样的脸、一样的那个帽子。如果已经在网上购买好票了，在梵蒂冈的博物馆进去之前要先来换票。拿到票了，结果啊，好像不一定要网上订票。如果在网上订票的话，还需要再多付5块的预订费。我看有人直接到这边的时候，直接买票就可以了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买嘛。其实也是可以直接来现场买票的，跟罗马竞技场就不一样。从梵蒂冈博物馆这边看出去，梵蒂冈的大教堂呢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俯瞰点。可以直接直达这个圆顶这边。早期是在1500多年的时候，有一位教皇发现了一些罗马的雕像，他为了要保持这些文物，就开始把这个地方列为博物馆。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，这个博物馆已经超过7万件的展览品了。它现在也是世界上前几大的博物馆了。这里呢，就是著名的梵蒂冈花园，竟然是作为宗教圣地的博物馆。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区就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，都是一些天主教的画作。一开始的博物馆建成的初衷，这位教皇呢，他就是为了要保留以前罗马的这些古文物，算是非常的有远见。在500多年前的时候，就知道要保留这些历史文物。现在这一区呢是古埃及区，这里有一些木乃伊啊，还有古埃及文化的展览。埃及的木乃伊也是我一直想要去的一个古文明。可惜目前还没有机会可以去，就留给未来的我吧。这个就是木乃伊，完全是变成干尸了。这条廊道就是整个梵蒂冈博物馆的重头戏了，完全雕刻的满满的，有雕刻也有画作。现在就是来到了梵蒂冈博物馆最重要的地方，这里是 Sistina 小堂，米开朗基罗大师一手打造的这个小堂。走出了博物馆后，再往左边这边，它还有一区是古代教皇专用的马车，感觉教皇的地位非常的广大。
竟然皇室用的马车他们都可以坐，他们真的就是已经算是国王了，天主教世界的国王，而且是一坐就是一辈子了。那现代当然就不是坐马车了，教皇专属的坐车。今天的这个梵蒂冈小国就大概是结束了，有没有很惊艳啊？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，它的地图呢，就是只有包含了梵蒂冈大教堂以及梵蒂冈的博物馆这两个占地，然后再加上后方的一个梵蒂冈花园，就只有这样小小的三个主要的大景点。那它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，非常的厉害，而且它是在世界上非常有权势权威的一个国家。我们之后还会带大家去参观几个微型小国，在欧洲的话，我们会带大家参观5个微型小国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微型小国的影片再见喽。